is all my mind. Now you will see true darkness. No one will tell your tale. We rise. Stupid rat! What have you done? 大家好，我是温德里夫。这部影片要来介绍无限尸体苦涩衰亡。相信已经有很多人玩过这个技能。原理就是古灵军团的升华提供技能额外品质效果，消耗的尸体有几率不会被摧毁，然后把这个几率叠到100%不消耗尸体。这个想法我在以前就有玩过无限尸体的致命之袭，它的品质效果也是消耗的尸体有几率不会被摧毁。和苦涩衰亡相比之下，致命之袭真的是很烂的技能。致命之袭释放一次只能产生1颗火球，但是苦涩衰亡释放一次至少就产生7颗冰球。所以其实苦涩衰亡不需要撑到100%不消耗尸体，用到95%搭配骷髅牧师可以帮忙复活召唤物，体感上就足够了。我怎么100%不消耗尸体？不需要达拉族裔辅助，不需要涂油模范，不需要深渊腰带，毕竟这些都太贵了。必要的是传奇法杖艾尼尊的冲锋，要找31%几率不消耗尸体。尸体保留辅助有25%，天赋尸体保存共有25%，剩下19%来自技能品质效果，每2品质提供1%几率不消耗尸体。技能22%品质，升华天赋小点共有6%，稀有项链找5%品质，胸甲插入狐狸魔偶有5%品质，总共38%。怎么一次产生很多冰球？使用灵魂奉献搭配骷髅马克的支配族裔辅助，效果是奉献周围区域也会释放一次你释放的法术，有2根奉献骨刺就是释放2次。假设你有7只骷髅牧师，本来搭配法术回响一次产生14颗冰球，透过奉献你可以一次产生28颗冰球。怎么解决苦涩衰亡的符文保护消耗？由于我的防御面一样是采用启梦与薛朗的背包的组合，可以搭配滋养保护符文。来自药剂的15%生命回复会套用至符文保护，至少可以有100以上的符文保护恢复。我的苦涩衰亡消耗只有104，所以已经足够处理消耗问题。佣兵天赋里法术相关太元怎么办？你可以使用人格分裂传奇珠宝，天赋可以从别的职业作为起点。术士和暗影都比较贵，可以找圣堂武僧比较便宜一点，也就是从德鲁伊的起点。再来说增伤方式。除了用骷髅马克的支配增加一次产生冰球的数量，灵魂奉献提供大量的法术伤害 increase， 仪式堆叠曝晒效果和诅咒幅度，对 boss 最多元素要害减少55抗性，曝晒效果减少55抗性。2是开大法师，品质效果堆叠可以增加额外闪电伤害。3是释放魔力风暴，可以获得大量的额外闪电伤害。如果你有莱基亚塔的流动，就是简单暴力的方式。技能会有很多辅助宝石的原因，是为了古灵升华镶嵌的宝石效果，依据插槽中辅助宝石最多颗的颜色，会获得效果。天赋
装备。观察苦涩衰亡的技能行为。技能描述是将尸体转化为会追踪并冰缓周遭敌人的苦涩核心，核心会在持续时间结束时爆炸。基本上和致命之袭的描述是相同的，没有提到核心碰触到敌人会立即爆炸。可以看到核心碰触到敌人后，确实会立即爆炸，但有些体型大的敌人却不会，必须等到持续时间结束才爆炸。也许苦涩衰亡的互动其实仍有一些 bug， 因为致命之袭在 0.2 碰触到敌人会立即爆炸，但 0.3 改成持续时间结束才会爆炸。所以当时我的致命之袭流派需要减少技能持续时间，才能让核心尽快爆炸。最后，这个技能刷图不算快，骷髅牧师走在角色后面会影响清图速度。如果有幻梦者之掌，体感会好很多。但是打 BOSS 战或是裂痕守塔就很方便，冰球会自动追踪。有尝试过闪避时释放和召唤物死亡时释放，感觉不是很适合。有什么问题可以在下面留言。我是温德里夫，我们下次见。